科学家在分析一颗普通陨石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让整个研究团队沉默的事情，不是关于生命，不是关于外星人，而是关于你今天早上喝的那杯水。它在到达你手里之前，去过的地方比你能想象的任何旅程都要漫长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要回答一个听起来很简单，但答案极其震撼的问题：地球的水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你可能会说，这还用问？水就是地球上的东西。但事实是，地球根本不生产水。那这覆盖了地球表面70%，总量高达13亿立方公里的海洋是谁送来的？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会得到3件事：第一，知道为什么早期地球其实是一颗滴水不剩的熔岩球；第二，知道科学家如何用水的指纹追查出海洋真正的来源；第三，知道那个一直被误解的答案，给地球送水的到底是彗星还是小行星还是别的什么？最后那个答案会让你彻底改变看这杯水的方式。论点1，早期地球滴水不剩。我们先来建立一个基础认知：46亿年前，太阳系刚刚形成，那时候的地球不是你今天看到的蓝色星球，它是一个炽热的、半熔融的、表面温度高达数千摄氏度的熔岩球。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岩浆海洋，在这种温度下，任何水分子都不可能以液态形式存在于地表，它要么被蒸发，要么逃逸进太空，彻底消失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大约在地球形成后约1亿年，一颗火星大小的天体直接撞击了地球。这次撞击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？它把地球的一大块物质直接甩进太空，形成了月球。这次撞击产生的热量把地球外层几乎完全气化了一遍。换句话说，就算地球在形成时携带了一些水，这次撞击之后也几乎被清空了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现在的地球13亿立方公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？论点2，水的指纹，刀亲笔。在说答案之前，我需要先给你一个工具。理解这个工具，后面的一切都会豁然开朗。这个工具叫做刀亲笔。你可能知道，水的化学式是 H2O， 2个氢原子，一个氧原子。但氢这种元素有2种稳定同位素，一种是普通的氢，原子核里只有一个质子；另一种叫做氘，原子核里有一个质子加一个中子，比普通氢重1倍。关键在于，来自不同天体的水，氘和氢的比例是不一样的。就像同一道菜，用不同产地的食材做出来，细微的味道不同。来自彗星的水，刀亲比是一个数值；来自小行星的水，刀亲比是另一个数值；来自太阳系诞生之前的星际空间的水，又是另一个数值。科学家把这个比例叫做水的指纹。你没办法用肉眼分辨这些水有什么不同，但质谱仪可以精准检测出这个比例。现在科学家用这个工具去分析地球海水的指纹，然后去宇宙中比对，谁的指纹和地球海水最匹配？答案让很多人意外。论点3，彗星送水，一个被推翻的流行答案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科学界主流认为地球的水是彗星带来的。理由看起来很合理，外星本质上是一个脏雪球，主要由冰和尘埃构成。太阳系早期大量彗星撞击地球，把水带到了地球上。这个说法流传非常广，很多科普书籍和教材里也这么写。但后来，当科学家真的去测量彗星水的刀亲笔，把它和地球海水的指纹对比之后，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：大多数彗星的水指纹和地球海水对不上，彗星水的刀亲笔大约是地球海水的2倍。这意味着彗星可能给地球送了少量水，但绝对不是地球水的主要来源。那谁才是送水的主力？论点4，小行星，真正的送水快递员。2011年前后，科学家分析了一类叫做碳质球粒陨石的小行星样本。这类小行星来自太阳系外圈的小行星带，它们的内部含有大量矿物结合水。简单说，这是水被锁在岩石的化学结构里，并非以液态或冰的形式存在。当科学家测量这类小行星中水的刀亲笔，比对结果出来了，它和地球海水的指纹高度吻合。这个发现直接改写了地球水源的主流理论。我们现在理解的图景是这样的：太阳系早期有一段时期叫做晚期大轰炸，大量小行星密集撞击地球，每一次撞击产生的高温高压都会把小行星内部所存的水释放出来。撞击一次送一批水，撞击千万次便汇聚成了原始海洋的雏形。几亿年下来，地球就从一个滴水不剩的熔岩球变成了你今天看到的蓝色星球。
论点5，更深的一层，水比太阳系还古老。但故事还没有结束。那些送水的小行星，它们内部的水又是哪里来的？这个问题把答案推向了一个更震撼的地方。科学家通过对太阳系外星际云的观测发现，在极寒的星际空间，温度低于零下200摄氏度，水分子会附着在尘埃颗粒上形成水冰。这些水冰在太阳系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当太阳系的原行星盘开始形成时，这些携带着水冰的尘埃颗粒成为了构成小行星的建筑材料。换句话说，小行星内部的水来自太阳诞生之前的星际空间，而那些水又进一步通过小行星撞击送到了地球。所以整条链路是星际空间的水冰进入原行星盘，构成小行星，小行星在晚期大轰炸中撞击地球，水被释放，逐渐积累成海洋。你今天喝的这杯水，在成为液态水进入你的杯子之前，可能已经在星际空间漂流了超过50亿年。现代视角，水在宇宙中并不稀有。我们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说，这件事让这个故事有了更深的意义。自从科学家搞清楚地球水的来源之后，他们开始在宇宙中到处寻找水的踪迹，发现如下：月球南极的永久阴影区有水冰，火星地下有大规模地下水层存在的证据，木星的卫星木卫2冰壳下面很可能存在一片液态海洋，水量可能是地球的2倍以上。土星的卫星土卫2有活跃的水蒸气喷泉，从星球表面的裂缝里直接喷出来。甚至在遥远的星系中，科学家发现过巨大的水蒸气云，那片水蒸气云的体量是地球海洋总量的140万亿倍。这些发现合在一起说明一件事：水并不是地球的专属，它是宇宙中极为普遍的物质，而生命在已知的情况下离不开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水在宇宙中到处都是，生命是否也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孤独？3条结论带走就够。第一，地球不制造水，早期地球是高温熔岩球，任何水分都无法保存，海洋是后来由外部天体送来的。第二，送水的主力不是彗星，是小行星，碳质球粒陨石中水的刀亲笔指纹与地球海水高度匹配，这是2011年之后科学界的主流结论。第三，这些水的源头是太阳系诞生之前星际空间里的水冰，你喝的水比太阳系还要古老。下次你喝水的时候，可以停1秒钟想一想，这滴水可能在宇宙中漂了50亿年，经过无数次撞击，穿越无数片星际空间，才最终进了你的杯子。它经历的旅程比地球上任何一段历史都要漫长。评论区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木卫2的冰层下面真的有海洋，你觉得那里有生命的概率是多少？ A 超过 50%， 水到处都是，生命应该也是。 B 很低，水只是条件之一。 C 不知道，但这个问题让我睡不着。在评论区打 A、B 或者 C， 我认真看每一条。如果这期视频改变了你看这杯水的方式，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答案。我们下期见。